世界赛3冠王，你敢相信这是一个初中毕业的土包子，加上一个雅马哈不要的弃子，干出来的是公升之下我无敌，公升之上1换1。一个被雅马哈当垃圾扔掉的34岁老将，一个成立才2年的中国草根品牌，居然在世界顶级赛场干翻了所有雅马哈、宝马等百年豪门，拿下了中国摩托史上第一个 WSBK 3连冠。这不是电影剧本，这是2026年最燃的复仇神话，可以说是家族弃我，我必反噬，用实力告诉你什么叫做有眼无珠。瓦伦丁·德比斯在雅马哈体系里熬了整整12年，跑了94场 WSBK 大赛，只拿过2次零星冠军，常年包揽5、6、7名甚至开外。他不是没有实力，只是豪门车队永远把最好的赛车、最好的资源留给那些包装精美的年轻天才。2024年底，雅马哈的一纸解约函彻底打碎了他的冠军梦，理由冰冷又现实，年龄太大，性价比太低，我们要培养新人，就把征战赛场10余年的老将扫地出门。彼时的德比斯站在了职业生涯的悬崖边，34岁，在机车界已是半只脚踏进退役的年纪。豪门不要他，小车队养不起他，全世界都觉得这个老将的故事该画上句号了。可就在这时，远在重庆的一个男人向他伸出了手，这个人就是张雪，一个初中毕业的修车学徒，一个离开凯越后白手起家，成立才2年的中国机车品牌。别人都觉得张雪疯了，放着年轻车手不签，花大价钱签一个被豪门淘汰的老头子，怕不是脑子进水了。但只有张雪知道，德比斯缺的从来不是实力，而是一个能让他放手一搏的平台。就像他自己缺的从来不是梦想，而是一个证明中国机车能行的机会。这是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双向奔赴。张雪给了德比斯在雅马哈想都不敢想的绝对权利，可以全程参与赛车研发，赛车怎么调教你说了算，你的每一条赛道反馈我们连夜改，没有豪门的繁文缛节，没有工程师的指指点点，在这里你不是车队的工具人，你是赛车的灵魂。而德比斯也把自己职业生涯最后的全部热血都赌在了这个中国品牌身上。可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2026年2月，澳大利亚站车队经验不足，赛车调教不成熟，再加上赛道干湿交替的突发状况，雨胎跑完全程的决策失误，让他们2回合只拿了第14和第19名，连前10都没进。一时间，全网的嘲讽铺天盖地，国产就是不行，出来丢人现眼。果然是被雅马哈淘汰的废物。混日子来了，张雪就是个吹牛的骗子。面对铺天盖地的骂声，张雪和德比斯没有说一句辩解的话，他们默默把赛车运回重庆车间，拆了个底朝天，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磨，一组数据一组数据的调，熬了整整1个月，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时间来到3月28日，葡萄牙站千里马遇伯乐的故事，在全世界的注视下震撼上演。第1回合，德比斯从发车就全程领跑，没有给任何对手一丝机会，末段直接拉开接近4秒的巨大优势，冲线夺冠。这是中国摩托品牌在 WSBK 历史上的第1个冠军，这里也成就了一个世界名画赛事真空区。还没完，第2回合，德比斯中段一个走线失误，直接掉到第3，所有人都以为奇迹不会再发生了。但就在最后3圈，他驾驶着张雪820双 RS 开启了地狱模式，凭借着恐怖的直线加速，强行生吃2台雅马哈赛车，极限反超，再落一冠，双冠王。一个被雅马哈抛弃的老将，在老东家的地盘上用最碾压的方式完成了最完美的复仇。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不，这只是开始。仅仅2周之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站雅马哈全队上下卯足了劲要复仇，派出了全部主力车手，誓要把张雪基车踩在脚下。此时赛道下起了小雨，路面湿滑无比，事故频发，一半车手都中途退赛。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比赛会以雅马哈夺冠收场时，德比斯再次站了出来。他在雨雾中连续超越5台赛车，最后一圈完成绝杀，拿下了职业生涯第1个3连冠。3连冠，一个被豪门抛弃的老将，一个成立2年的中国品牌，在全世界最顶级的机车赛场上连斩3冠，横扫群雄。冲线的那一刻，德比斯摘下头盔，泪流满面。他用3个冠军狠狠抽了雅马哈的脸，不是我不行，是你们配不上我的努力。而张雪也用这场史诗级的胜利圆了自己20年的机车梦。中国机车不是只能造代步车，我们也能站在世界之巅，让百年品牌也需要仰望的新秀。